大兔它是 Canon 非常经典的老款数位机皇，它在过去呢，它拥有了主宰全片幅市场的辉煌历史。现在回头来玩这台相机呢，它则是一台外形看似猛兽，但是却是一台非常斯文的一台相机。早期 Canon 的数位黎明期的有一种青涩美感的一种影像风格，细节丰富。如果你是一个喜欢尝试一些不一样的影像风格，或者是早期的数位影像质感的人，我相信你一定会非常喜欢 EOS 大兔。嗨，大家好啊！不知不觉，距离上一支去年底拍的影片哦，又荒废了一整年。赶在2024年结束以前呢，来聊聊这一台经典的 Canon 机皇 EOS Mark II。OK，EDS Mark II 呢，它是2004年登场的，在台湾俗称大兔，但其实和初代 EDS 呢，几乎可以视作同款机器。这个大兔呢，几乎就是像素升级版的初代 EDS， 最主要的差异就是在于感光元件以及这个影像处理器，它升级了一个档次。两台机器几乎就像是在这个 EOS EV 里面呢，塞入了 Canon 自家研发的全片幅 CMOS， 所以这两台呢，可以说是西家专业数位影像的老祖宗，在当年呢，都是以高解析著称。初代 EDS 它已经来到了1000万画素，那大兔呢，则来到了1600万画素。当然啦，摆在现在绝对是不够看的哈，感光元件啊，影像处理器就不知道差了几代，绝对没有新机好拍。那毕竟当年的科技就走在这边，所以呢，它就是在一种有限的性能下所呈现出来的老 Canon 数位影像的韵味。如果说现在最新的相机呢，它有着那种比较抢眼、丝滑油润、无可挑剔的这种肥美的画质表现的话，那么大兔呢，就相对清瘦许多。乍看清淡如水，但是呢，我们细看却可以发现它有着非常丰富的细节表现。个人觉得呢，它是有一种青涩、低调、优雅的感染力。那么大兔呢，也是一定要搭上 L 镜的哈，无论是在图像表现，或者是单纯的将相机握持在手上，简单就只有一个字可以形容，那就是爽。想当年啊，这个2002年登场的初代 EDS 啊，是世界上第二台量产的全片幅数位单反，第一台全片幅数位单反是 Contax and Digital。可惜呢，这一台帅气的机器它命运乖舛，让 EDS 成了真正唯一活跃在市场上的全幅专业机。2年之后呢，大兔接棒，继续全面主宰全片幅市场。跟大兔同时期的尼康画质旗舰呢，则是1200万画素的 APS-C 规格 CMOS 的 D2X。在这个全片幅规格压制下呢，靠着大约买一台大兔，然后可以买 1.5 台 D2X 的这个价格优势呢，争夺市场份额啊。毕竟呢，这个全片幅的优势就是拍照的人会比较知道啦，看照片的一般普罗大众其实是比较不分的啦，大家只在乎这个照片把自己拍的美不美这样子。尽管现在大兔已经不再辉煌，但是他这一身全幅旗舰的派头永远都是最顶的，精密的全金属机身，这个该防尘防水都有做到，然后拥有明亮巨大100%视野的 OVF 还有呢，就是硬要比别人更大声、更响亮的快门声这个快门声呢，摆在现在来看绝对是缺点啦。就对于像我这种快门声癖好的人来说呢，也是一种听觉的享受了哈。基本的操控呢，延续 EV 的套路，在这个调整参数以前呢，要先玩一下这个机顶上面这一区，玩一下连连看组合键的小游戏，这个都还 OK 啊，算是一个 Canon 的一个传统，我们会觉得蛮有趣的哈，是它的特色。但是如果说就连那个照片的回看、放大、缩小都要使用这个组合键，就觉得比较烦人，好像就比较整人了。这个没办法哈，因为这个那个年代的一些专业机呢，它通常都是会这样设计，不要让你太好去波动这些东西或者是设定什么的，所以呢，可能要稍微适应一下，熟悉一下。再来聊聊，也是我个人对这个 ED 系列蛮喜欢的部分，就是它的外观。EOS One 的外观呢，大轮廓呢，它是一脉相传的。我们最早可以追溯到 T90，就要呈现了工业设计大师路易级的这个 Bioform 生物形态的圆弧主轮廓，特别是在它的这个军舰部。圆头造型，整个 EOS One 家族呢，都给人有一种霸气、神秘的太空星际感。所以呢，这个大兔的外观大轮廓跟后续的1D 呢，都非常的像。所以大兔呢，乍看之下呢，似乎是没有什么老态，但是我们只要翻到机背来看，哇塞，那么小的回看萤幕，还有那么大的圆柄转盘，
而且整台相机翻来覆去找来找去，居然没有那个最好玩的这个 Canon 小奶头，那就完全藏不住这个数位黎明期青涩的年代感。大兔它真的就是一台不折不扣的 Canon 老机皇。不过呢，这个 Canon 它已经拥有了 CF 和 SD 双卡槽了，可以用来备份档案。只不过呢，它并不支援每个插槽选择不同的影像格式啦。比如说我把 RAW 写入 CF 卡，然后把 JPEG 存到 SD， 这个东西呢是不行的。再来呢，就是大兔的真正的重点，就是它的画面风格。我个人觉得大兔它在预设图像风格上面，它是相对平实、中规中矩的。那同时期的这个5D Classic 或者是百位数 D 啊，它的预设画面显得呢，乍看之下你会觉得它们还比较鲜艳、强烈一点。但是如果说你细看，你会觉得在画质的扎实度跟细致上面呢，这些机器是完全没有以下犯上的机会。那么关于大兔的这个影像风格呢，我在网络上看过不少两极化的评价。有一派呢，应该这么说，他们也许是比较重口味的，比较喜欢强烈的效果。他们认为大兔与年份相近的 Nikon 啦、Pentax 或者是 Olympus 相比，认为它的色调呢略显平淡，讲的比较叽歪一点啦，就是说灰灰的，然后有点拉稀、落腮这样子会让人感到有点沮丧对，这是第一种声音。那第二种呢，这就是 Canon 的拥护者喜欢大兔的，他们则认为大兔的影像风格呢，就是细节非常的丰富，色调自然真实，白平衡准确，然后画面呢有种立体感。这个两种声音呢，真的是蛮有趣的啦不过呢，这个当然是没有什么高下对错之分啦纯粹是各家品牌理念不同，或者是使用者他的领悟不同。再说呢，数位影像它是可以调整的。那关于这个 Canon 的色彩调调，这个让我想起我曾经在日本的相机杂志读过一个内容就是说，就是在尼康大 F2 的这个年代里面新闻纪实摄影称霸的时期当时这类的摄影主要都是以黑白照片为大宗，而此时此刻呢 ，Canon 它在研发推出它的 FD 卡口镜头群的时候，它把彩色摄影列为它的重点发展方向，经常出现在一些它的产品的宣传上面，所以也许是要跟Nikon互别苗头吧。Canon 呢，要算是很早就宣称着力于彩色工作室摄影领域，从早期的镜头镀膜到现在数位影像的调教。Canon 它考虑的应该都是色彩的真实以及准确。也许大兔它这样的设定呢，它就是基于工作室商业摄影的需要，所以在那个以前就那个年代，白屏很容易乱飘，那个动态比较窄的这个年代但是它也提供了更为可靠、易于掌握的结果。这个就是早期这个数位相机有趣的地方就是每一个品牌都不一样，非常好玩。OK， 好，接下来呢，我们要说一些大兔的坏话因为给想要入手朋友一些建议。我个人是很喜欢大兔了它绝对是一台有情怀、又经典、又可以拍的相机，在我的爱机排行里面呢，绝对是5星等级的。但是这一台呢，我个人觉得也是要很有爱才推荐的。首先呢，是一个很大的缺点，但也是一个可有可无的缺点，就是它是一台又巨大又沉重的一台老相机。机身含电池呢，大概就重了 1.6 公斤，就再加上一颗2470 2.8 好了，它就重了 2.5 公斤。所以每一次使用它，每一次带出门，都在考验你是不是真心的爱它。关于这一点呢，如果没有决心呢，真的是不要贸然尝试。再来就是呢，机况好又价甜的，真的不好找像大兔这种说好听是旗舰专业机啦，那其实就业界来说，就是当柴烧的耗材。绝大多数很多的大兔呢，主要都是退下来的业务机。机况跟外观通常不会很完美，那少数绝美的大兔呢，通常它的价格呢都会让你的热情降温，而且还不见得机况是完全没问题的比如说当年呢，这个 Canon 恶名昭彰的移焦问题，大兔是没有机内调焦的移焦问题呢也只是小条的，我听过不少比这更大条的再来呢就是算小提醒了，就它找不到好用的副厂充电器，只有原厂的好用，所以如果你购入的时候没有跟原厂充电器一起购入的话呢，可能呢就需要再花一点银两花一点时间来取得。我本人呢对大兔这代特别有感情，所以我收集了整个舰队。各位可以发现，他们的热靴都还是黑色的OK， 影片好像又拍太长了，我们这集就先到这边，拜拜。